在我爱罗被封印，看九郎向鹿丸发来紧急救援两话后，木叶方终于是派出小队前去支援沙隐了。封印营救篇 2.0 即将开始，但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将时间拨回到2年前，看看国勋居士是如何引导博人学习非雷神的吧。时空间忍术，这虽然是每个大头目都具备的基础能力，但是博人以前只是在偶然间发动过，并不算真正掌握。博人现在要学的是一种将自己的查克拉附着在物品上，然后通过感知这些物品的坐标来进行瞬间移动的术，也就是非雷神之术。这术虽然和博人的爷爷波风水门最擅长的忍术同名，但实则是两个不同的术，毕竟这是未来的博人自己摸索创造出来的，称作亚流非雷神可能会更合适。但是国勋居士透过十方预知到，博人大概要在6年之后才能完全掌握这术，所以为了让博人少走弯路，尽早学会，国勋居士决定现在就告诉博人一些小窍门。首先，用作空间移动的媒介物品，最好是选用金属制品，苦无手里剑、配件什么的都可以。其次，这些金属物件的形状最好要是不同的，这样才方便确认位置。不然你任意把手里剑出去，不太好判断哪只在南方，哪只在北方。如果离得太远的话，还需要集中更多的注意力才行。总之，接下来的几年，博人得下功夫好好练习了。事后，博人向国勋居士问起，既然你能通过十方看到未来，那为什么不告诉更多的人，让大家一起来帮忙呢？国勋居士认为，知道的人越多，未来就越容易被改变，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不走寻常路，他们会变成改变未来的起点，这样一来，十方就失去了预知未来的优势，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只不过博人和国勋居士现在就已是命运的起点，或许已经影响到了未来也说不定。博人和国勋居士的这段对话，艾达也有窃听到，但艾达暂时还不打算告诉其他人。佐良娜和简景在鹿丸那里碰了壁，就跑到艾达这里询问博人的下落。艾达三缄其口，不予回答，反倒是简景一反常态，叫佐良娜不要再继续追问下去。简景觉得博人并不想让大家知道他在哪里，他们应该都站在博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博人或许有他的难言之隐，就像现在的简景自己一样，但这些难以启齿的话，简景最后还是说了出来。其实你一直都知道的吧，我喜欢博人这件事。即便这样，当时你还是冲过去抱住了他。虽然我懂佐良娜你当时的心情，但你至少也该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吧。仅仅这番话让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气氛尴尬到艾达大气都不敢出一下。但艾达内心的 OS 却是 interesting， 毕竟看两个小女生为心爱的男生起争执，真的非常刺激。简景在宣泄完情绪后，又立马为自己刚才的话向佐良娜道歉，接着便委屈的跑了出去。等一下，班长！佐良娜一脸茫然的叫住简景，想要把事问个清楚，但班长二字却又刺痛了简景。原来我在你们心中一直都只有班长这一个身份吗？欲言又止的简景不想再做过多解释，迅速离开了房间，留下佐良娜错愕的愣在原地。这时卢安向艾达发来联络，他想绕过感知班和艾达单独碰面确认一些事情。同一时间，木叶的两位老顾问也正接受着火之国大明袁世秀的责难。大明斥责木叶明明和博人有过多次接触，却还是抓捕不到他，实在太不像话了。美颜小春也只能不停的道歉，以平息大明的怒火，但他们肯定准备等会儿把这气全部撒到鹿丸身上。很快，鹿丸就来到了艾达的住所。对于鹿丸的一些疑问，艾达也没有藏着掖着，把知道的都告诉了鹿丸。首先，人神术力就是星系，如果不打败力的话，五爱楼就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人神术油会妨碍他使用千里眼，所以现在艾达不敢实时窥探，只能在事后去回看之前的影像。其次，川木和博人开始合作了，至少在消灭人神术前，两人不会再敌对。最后，博人背后的高人也恰如鹿丸所料，正是国勋居士。也就是这时，国勋居士的莲罗蛙从艾达的头发里探出了身，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让鹿丸赶快派木叶丸、佐良娜和四月去支援沙隐，因为对方可能会有2名成员去到风之国，相当棘手。此外，石罗也已经盯上了小葵，所以千万不能让小葵离开木叶，否则小葵必死无疑。不放小葵出征的原因也很搞笑，因为史罗是个文化人，他觉得木叶村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他不愿意在村子里动手毁坏木叶。国勋居士还嘱咐鹿丸，之后要是史罗再去逛书店，木叶又像招待一般的顾客那样招待他。总之就是要趁着史罗不想插手战斗的时候，去慢慢解决他的同伙。但要是史罗动起了真格，大家只管逃命就是了，他是不可能打得过的。莲罗娃在临走前还不忘宽慰鹿丸，让鹿丸不要对放走博人一事有什么思想包袱，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艾达也答应鹿丸会替他保守秘密。
没过多久，木叶丸小队就赶到了风之国。佐兰娜学着小樱，把护额当发卡扎在了头顶，只是这看着怎么有点像下地干活的农夫了。前来迎接他们的是新西的2名队友荒古和叶土。看到佐兰娜这身打扮，叶土也忍不住感叹道：“时尚风向变得可真快呀！现在的男的都好这一口了吗？”佐兰娜想要解释时，木叶丸恰好发现了敌人的踪影，2名人士树立和纪就在不远处，他俩正在研究地上死去的蛤蟆，这只蛤蟆或许能成为他们找到博人的线索。以上就是《博人传》漫画第96话的主要内容了。本话又是承上启下的一话，交代了博人学习翻版飞雷神的经过，也理清了先前的一些疑问。但是吧，我觉得这些内容用10页就能全部讲清楚的，赤本既拿来水的大半话。我是发现了赤本特别喜欢把一些已经向读者交代过的信息又重新说一遍给剧中人听。大家还记得第73话吗？赤本他用了整整1话把艾达的能力复述给了第7班听，明明几句台词就能交代清楚的事，赤本硬是能给你水1个月。都说月更漫画的剧情会紧凑一些，但博人传好多话的信息密度都非常低，并且在剧情发展到这么紧要的关头，又花了大篇幅去描述女忍者的感情戏，这真的有必要吗？下一话请务必要木叶丸他们打起来好吗？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